就在5月29号，整个科技圈和华爾街的頭版頭條全被同一個數字給刷屏了。Anthropic 這家過去3年不管怎麼發力，估值始終被 OpenAI 壓在身下的老二，宣布完成了 Series H 輪融資，投後估值多少呢？9650億美元。這個數字一出來，意味着 Anthropic 第一次越過了 OpenAI 今年3月定格的8520億，拿下了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 AI 公司。作為對比，掌控全球金融動脈的摩根大通，現在市值也就8000億出頭。對數字敏感的朋友可能發現了9650億這個數字是不是另有文章呢？因為它離1萬億就只差了350億啊！別急，這個我們後面也會詳細的拆解。但這還不是最吸睛的，最吸睛的是他們這一輪融到的650億美元的真金白銀。各位，我們看這種宏觀新聞，大腦對幾百億其實是麻木的。650億到底是什麼概念呢？你現在打開股票軟件，看一眼標普500裡的一家百年老店福特汽車，整個5月福特的市值就在580億到590億之間徘徊。也就是說，Anthropic 一家成立沒幾年的 AI 公司，在一個普通的下午融到的錢，足夠全資買下整家福特，連同它100多年的歷史，將近18萬名的員工，遍布全球的巨型衝壓車間和裝配流水線。買完之後，賬上還能剩下幾十億的富餘。傳統實體經濟100多年的資本積累，在硅谷這台造夢機器面前，輕得像一張紙。伴隨這個估值一起放出來的是 Anthropic 高調的業績公關稿。公司宣布，受惠於企業客戶的瘋狂採購，他們的收入年化運行率，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run rate， 這個月正式突破了470億美元。聽起來一切都很完美，對吧？技術突破，營收暴漲，資本狂歡。但如果你一直看我們的頻道，你就知道，當所有人都盯着舞台上那個絢麗的魔術師，我們只關心魔術師袖子裡的那根線。那今天咱們不聊那些枯燥的技術參數，不聊多模態，不聊上下文窗口，我們只做一件事，拿一把純財務的手術刀，切開這家萬億巨獸的賬本。因為當我們把顯微鏡對準這470億營收時，發現了2個違和的致命斷裂。第一個斷裂發生在法庭上，就在3個月前，也就是今年的3月初， Anthropic 的首席財務官 Krishna Rao 在加州一份聯邦法庭的宣誓證詞裡，必須提交公司真實財務狀況。各位注意，這是在聯邦法庭， CFO 是在偽證受罰的前提下發誓作證的，這裡面哪怕多吹100萬美元，都要面臨牢獄之災。在這份有絕對法律效力的證詞裡，企業的賬單裡
根據財富雜誌5月26號的報道，全球出行巨頭 Uber 的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Andrew McDonald 公開倒了一肚子的苦水。他說 Uber 內部搞了個工程師使用 AI 工具的排行榜激勵，結果底下的程序員開始瘋狂的用 Cloud Code 這種高級智能體來自動重構代碼。你猜這個怎麼着？短短的4個月，僅僅4個月，這幫工程師就把 Uber 原本留給2026年全年的 AI 編程預算燒了個底朝天。每個工程師每月光是調用 API 的成本就高達500到2000美金。這位 COO 在採訪裡直接發出了靈魂拷問：我們的賬單翻了無數倍，但交付給用戶的有用功能真的成比例的增長了嗎？一邊是法庭上露了底的50億歷史真實入賬，另一邊是 Uber 這種不差錢的硅谷大廠都逼到直呼用不起的天價賬單，這中間到底差了什麼呢？給 AI 公司定價的這把新標尺到底是怎麼被設計出來的呢？我可以先告訴你結論，這裡面有多少是真金白銀，又有多少是資本在玩數字魔術。我們先解開第一個謎團，從50億到470億的數字魔術。其實 Anthropic 並沒有造假，他們只是很聰明地利用了 SaaS 行業裡的一個財務概念 Run Rate 年化運行收入。為了讓你秒懂這個概念，我打個比方，假設你是個銷售，每月基本工資1萬塊，這個月你談成了一個大單，老闆一高興發了你2萬塊提成，你這個月總共拿到3萬。這時候你填相親資料，你敢不敢在年收入那欄直接填36萬呢？你肯定覺得有點扯。下個月沒大單，不就回落到了1萬了嗎？但在硅谷的 AI 圈，他們不僅敢這麼填，這還是行業標準操作。這就是里程表和速度表的區別。法庭上 CFO 說的50億是公司的里程表，是實打實跑過的路，是已經落袋為安的錢。而公開稿裡吹的470億是速度表。根據路透社等媒體挖出來的內部核算規則， Anthropic 算這個數字的手法堪稱一絕。他們不會拿一整年的平均收入來算，而是截取一段流量脈衝最強、數據最亢奮的黃金28天。為什麼是28天呢？因為28天剛好是4個完整的自然周，正好包含對等的周末低谷，規避了月份天數不一樣的誤差。你想想，最近幾個月 Anthropic 新技術發布是不是非常頻繁？先是發布了不敢公開的 Mesos， 又是 Opus 4.7 模型，現在又是 Opus 4.8 模型。新模型一发，全世界的開發者和企業客戶肯定蜂擁而入去嘗鮮，去跑測試。這就必然導致接下來的幾周 API 調用量出現一個陡峭的甚至不理智的峰值。Anthropic 的財務團隊就精準地截取了這包含了新模型發布的28天用量收入，然後乘以13，因為一年大概有13個28天，最後加上訂閱費，得出了470億這個宏大的年化營收。這不僅是很樂觀的線性外推，更是完美無視了 AI 行業缺乏忠誠度的現實。今天客戶瘋狂的消耗你的 token， 明天 OpenAI 如果發了新版本，這些流量可能一夜之間就跑掉了一大波。用短命的峰值去锚定前年的估值，這就是這把新標尺裡的第一層水分。但這還沒完，標尺裡還有第二層更隱秘的水分，總訛法和淨訛法的口徑套利。這事直接引爆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之間的口水戰。今年4月 ，OpenAI 的首席營收官 Dinesh Dresser 在內部發了一份4頁的備忘錄，後來被披露了出來，裡面直接指着 Anthropic 的鼻子，說他們的財務報表在玩虛增的遊戲。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們得稍微懂一點會計常識。現在絕大多數的500強企業，比如 Netflix、Spotify， 為了合規和方便，一般不會直接去 Anthropic 的官網綁定信用卡買服務，而是通過亞馬遜的 AWS 或者 Google 雲的市場去間接採購 Cloud。這時候一筆交易就涉及了三方：掏錢的客戶、提供渠道的雲廠商以及提供底層技術的 Anthropic。假設一個客戶通過 AWS 花了100塊買 Cloud 服務，亞馬遜作為渠道方肯定要抽成，俗稱過路費。假設抽走20塊，剩下的80塊直接打進 Anthropic 的賬戶。這個時候確認營收就出現了2條路：會計準則 ASC 6060裡的總額法和淨額法。OpenAI 處理和微軟 Azure 的分成時，選的是相對保守的淨額法。微軟抽走的那部分錢，我根本不計入營收，只把進入我口袋的80塊記作賬面收入。但 Anthropic 選的是激進的總額法，他們把自己定義成這筆交易的主要責任人，直接把客戶付的100塊全額記作營收，再把給亞馬遜的20塊記作銷售成本。你千萬別小看這個差異，在 AI 賽道，二級市場和風投給估值，往往是直接看你的營收規模，然後再給你個幾十倍的市銷率乘數。你的營收盤子顯得越大，估值就越恐怖。這是被捅破的時候，還有個細節。回到4月那場爭議，當時 Anthropic 對外的口徑還是300億 run rate， 就是 Dresser 那份泄露的備忘錄裡直接算過這筆賬。如果強迫 Anthropic 用跟 OpenAI 一模一樣的淨額法，把給雲廠商的過路費全部剔除，光那300億裡就有至少80億瞬間蒸發，淨額之後大概只剩220億，佔比超過1/4。注意，那還是300億口徑下的80億。如今盤子從300億跳到了470億，這從雲廠商抽成的水分只會更厚，不會更薄。這些錢根本不會在 Anthropic 的銀行賬戶裡過夜，他們只在財報的頂端走個過場，就被雲廠商拿走了。所以拆完470億，我們發現這把標尺的刻度是被拉伸過的，它既放大了短期的情緒脈衝，又包裹了雲廠商厚厚的抽成。聽到這兒，你可能会有個很符合邏輯的反問：既然營收口徑有放大，那這650億天價融資總是實打實落進銀行的真金白銀了吧？畢竟650億連整家福特都能買下來，有這筆錢托底，估值高點似乎也說得過去。如果你看過我們頻道2月21號那期 OpenAI 1000億循環融資集，你現在可能已經猜到了答案。這650億本身確實是一筆實打實的純股權融資，有紅杉、Ultimate 這些機構領投，這點沒毛病。但它遠不是故事的終點，真正撐起這台算力機器的是另一筆和它並排擺放，卻經常被新聞標題忽略的錢。就在同一時間，黑石和阿波羅這2家華爾街的另類資產巨頭，正牽頭安排一筆規模約360億美元的結構化債務。請注意2件事。第一，這是債務，不是股權。第二，它獨立在那650億之外，是單獨的一個金融資產包。這筆錢的去向被嚴格鎖死，根本不進 Anthropic 的日常賬戶，而是通過一個特殊目的實體定向拿去採購 Google 的新一代 GPU 芯片，再以融資租賃的形式租回 Anthropic 用，連博通都為它的殘值兜底做了擔保。說白了，這就是一筆360億的巨型設備按揭。那這650億的純股權裡，又有多少是沒枷鎖的錢呢？
這裡面有一個關鍵的細節，官方自己承認，這650億裡有150億是此前就承諾好的超大規模雲廠商的戰略投資，光亞馬遜一家就占了50億，而雲廠商的錢從來都不是白給的。比如亞馬遜，他们累計承諾最高250億，但對價是 Anthropic 未來10年必須在 AWS 上消費超過1000億美元，並鎖死高達5G 瓦的算力容量。Google 和博通那邊也是同樣的套路，綁定了另外5G 瓦的 TPU 算力。你想想，亞馬遜和 Google 為什麼這麼大方呢？因為他們根本沒把這筆錢當純財務的投資，這是一種高明的防禦性卡位。我們2月份深度拆解過，這本質上就是現代版的賣方融資。雲廠商左手把附帶排他條款的算力額度發給 Anthropic， 相當於注資。Anthropic 拿了額度，右手又必須把這些錢全額消費在他們自家的服務器和定制芯片上。資金的巨頭體系內部完成了一個空轉閉環，而 Anthropic 承諾的這上千億遠期消費，又能直接寄進雲廠商財報的積壓訂單，撐住華爾街對他們雲業務增速的預期。這一筆錢注資鎖單做高報表，一舉3得。所以你把這2筆錢疊在一起看，650億撐場面，360億債務買算力，真正能讓老板自由支配用來發工資搞研發的純現金，在這個大盤子裡佔比並不大，絕大部分從一開始就被焊死在了買芯片租算力這條單行道上。拆到這一步，很多人會冒出一個疑問，既然這麼多錢都帶着算力枷鎖，那些頂級的私募基金難道是閉着眼睛給出這9650億估值的嗎？先別急着回答，在回答之前，我想請你盯着9600億這個數字本身多看一眼，因為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本身就是一條被很多人忽略的線索。開頭我們提到，你可能會冒出一個下意識的念頭，9650億，差350億就到了1萬億了，是不是本來想夠着1萬億，結果差了一口氣沒夠着呢？如果你這麼想，那就把私募融資的定價順序給搞反了。在這一行裡，定一輪融資從來不是先拍板這家公司總共值多少錢，而是先定2件事，這一輪要融多少，每一股賣什麼價。Anthropic這輪要融650億，按定好的每股價格稀釋掉大概6.7%的股份，9000億的投前，9650億的投後，是這2個數字乘出來的零頭，根本不是誰瞄準了靶心。說白了，這就跟你去菜市場買菜一樣，你不會先決定這堆菜必須值37.8塊，你是先看單價再上稱，37.8塊是稱出來的結果。大額融資輪的總估值極少正好壓在一個整數上，恰恰是因為股數從來都不是整數的。但這裡還藏着第2層更值得玩味，就算他們真有本事把每股的價格往上頂，把總估值推過1萬億，大概率也不會這麼幹。為什麼呢？因為1萬億是到心理關口。你一旦在還沒上市的私募階段，就給自己腦門上蓋一個全球第1家10000億美元私有公司的章，這個數字立刻就變成了上市之後所有人死死盯着的高水位線。股價但凡跌到1萬億下面去一點，市場就會喊破發，喊跌破私募價。對那些剛解禁急着套現的老股東就是當頭一棒。這就好比你考試前到處宣稱自己必拿滿分，結果考了98分，本來也是個好成績，反倒像砸了鍋。所以把估值停在9650億，差一口氣到1萬億，更像是一種
刻意的克制，給上市那天的公開市場留出一段可以繼續往上驗證的空間。那資本市場為什麼在這種克制之後，還能心甘情願地把價格按在近萬億的高位呢？他們當然不傻，看得比誰都清楚，因為他們看到了賬單的另一頭，那套正在被徹底顛覆的企業預算體系。這就是我們要拆解的第3個核心邏輯：B 端商業模式的底層重構。要理解這個轉變有多狠，我們還得回到開場那個 Uber 的真實案例。為什麼 Uber 的工程師能在短短的4個月燒光前年的預算呢？因為 AI 廠商在過去的大半年裡完成了一次隱秘但致命的計費模式轉換。以前企業買軟件，不管是 Salesforce 還是微軟的 Office， 都是按人頭收固定月費，也就是所謂的 SaaS 模式。你買一個席位，每月交50塊，哪怕一天24小時都在用，成本也是鎖死的。但在2026年的今天，當你採購企業級 AI Agent 時，這種包月隨便用的好事徹底的終結了。AI 廠商強行把計費從買席位變成了按 API Token 實際消耗量計費。這就好比你以前買個錘子自己敲釘子，現在你不買錘子了，直接雇了一個按秒計費的外包團隊。像 Cloud Code 這種具備動態工作流的高級工具，它根本不需要你一行一行的下指令。當你給它一個重構代碼的複雜任務，它就像是一個不需要睡覺的數字包工頭，瞬間在後台裂變出好幾個數字小弟，一個去讀幾百萬行的歷史代碼，一個去寫新邏輯，還有一個去沙箱裡跑測試，報錯了再自己循環重寫。這個過程是高頻多線程循環往復的。在這短短的10幾分鐘裡，人類工程師可能只是去倒了杯水，但機器在後台的高頻循環已經消耗了幾百萬個 token。 這就是賬單徹底失控的根本原因。機器代理打破了人類手工敲代碼的速度限制，它越自主，試錯頻率就越高，它跑得越快，企業賬單上的數字就跳得越瘋狂。工程師只要點一下回車，背後的 AI Agent 可能在幾分鐘內就消耗上百萬個 token， 瞬間就是10幾美元出去了。在這個邏輯下，資本給的9650億，賭的根本不是一個聊天機器人有多聰明，而是這種把高頻機器自動化請求直接無縫折算成美元賬單的變現確定性。只要企業為了效率，把越來越多的業務流交給 Agent 去自動處理，這種按算力消耗計費的模式，就是一台沒有物理上限的抽水機。當資本的算盤打得噼啪作響，當企業的賬單呈指數級上升，這套新建立的萬億標尺，那和屏幕前的你我到底有什麼實質性的關係呢？不管你是手裡有點閒錢準備投資的普通人，還是在企業裡帶團隊管預算的中層，看懂這期，你就拿到了一張穿越接下來1年宏觀震盪的認知傳票。如果你是個成熟的投資者，這些視頻就是我教給你的一把財務測謊儀。現在的宏觀分析師圈子裡有一種很強的擔憂，叫流動性虹吸。你想想 SpaceX、OpenAI 和 Anthropic 這3頭萬億巨獸都打算在年內衝擊 IPO， 一旦他們空降公開市場，那些規模龐大的被動型指數基金，比如標普500的 ETF， 為了在指數裡給他們騰出權重倉位，大概率會被迫的拋售傳統實體股票，比如我們剛開場提到的福特，比如那些零售、製造業的藍籌股。當滿天飛的招股書砸向你，當所有媒體都在吹捧他們的營收增速，請你一定保持冷靜，不要只盯着公關稿裡那個被乘數放大過的 run rate， 也不要被裹挟了算力对赌的總額營收迷惑。你要做的是翻到財務報表的最深處，去找那個剝離掉雲巨頭資本遊戲，剔除掉算力代金券之後的
經營性淨現金流。在潮水退氣的時候，只有實打實賺進兜裡的現金，才是企業真正的壓艙石，這是第一把標尺。而如果你是企業的決策者或者中層白領，你面臨的挑戰更直接，你必須直面所謂的 AI 技術債務。很多人看了 Uber 的例子会恐慌，覺得 AI 既然這麼能幹，是不是明天就把我的工作代替了呢？其實你也不需要有這種焦慮。Gartner 的宏觀統計數據證明了這一點。那些為了迎合 AI 趨勢強行裁掉人類員工的企業，絕大多數根本沒獲得任何投資回報率的提升。為什麼呢？因為盲目引入高階 agent， 如果沒有強大的內部治理去約束它，不僅會像 Uber 那樣讓預算瞬間失控，還會引發嚴重的數字合規風險和流程的混亂，這就叫 AI 技術債務。所以，先放下你的職場焦慮，在接下來的這個時代，你的核心價值已經不再是你能比別人多寫幾行代碼，或者多敲幾篇文案，這些事機器已經做得比你快10000倍了。未來的核心意向屬於那些能在企業內部建立起人機協同治理防線的人。誰能約束這些昂貴又極易失控的數字勞動力呢？誰能給 agent 設定清晰的前線邊界呢？誰能把冰冷的算力真正轉化成安全的商業利潤呢？這才是你拿到新時代船票的底牌。技術的潮水或許最初是由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掀起的，但潮水最終流向哪裡，能淹沒誰，又能托起誰，從來都是由冰冷的資產負債表決定的。帶上今天這把標尺，去審視接下來這場萬億 AI 資本劇吧。不要被神話迷惑，也不要被恐懼支配。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幫你用商業理性的視角看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